瑞士政府在其国内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公投活动。在这场活动当中，参与公投的瑞士民众将共同决定瑞士未来是否要继续在国际冲突中保持中立。这种通过公投来决定国家政策的做法，听上去有些太过不可思议了。但实际上，这是瑞士政府在国际社会的眼皮底下做出的一次试探性动作。因为在过去的几百年间，瑞士一直保持着中立的态度，因此瑞士也被贴上了永久中立国的标签。很多国际组织的办公机构也被设在了瑞士。而在近年来的国际冲突中，瑞士的所作所为却距离中立二字相去甚远。那么，一旦丧失了中立国的头衔，瑞士将会如何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瑞士的中立国头衔并不是他们自己积极选择的结果。说到底，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实在太过特殊了。瑞士处在德国、奥地利、法国和意大利之间。要知道，这几个国家在历史上可都是兵强马壮的欧洲强国，他们也时常会与外界爆发激烈的冲突，甚至是战争。只要瑞士在战争开始之后表现出倾向任何一方的态度，那么瑞士就极有可能会迅速迎来灭顶之灾。所以，为了能够更好的存活下去，瑞士必须要保持政治和军事上的中立态度。但口头上的中立态度并不代表瑞士在行动上的倾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曾经调拨了30多万人马，企图对瑞士发动侵略战争。德军高层甚至还给这个行动起了一个非常浪漫的代号——圣诞树计划。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德军整军部队准备入侵瑞士的消息立刻传到了瑞士官员的耳中，甚至开始使用本国的军工厂为德国制造战争当中的所需的武器装备。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40% 的德军高射炮和防空武器都是由瑞士军工厂代工生产的，而且瑞士也几乎从来不会向德国人索要酬金。德国相当于获得了一个可以免费为自己提供武器的大型工厂。在权衡利弊之后，纳粹德国果然放弃了进攻瑞士的计划，还表示他们愿意承认瑞士作为中立国的地位。而瑞士也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求得了生存的空间。不过，恐怕连瑞士人自己都没有想到，中立国的头衔居然给他们带来了很多泼天的富贵。从此以后，瑞士便靠着保持中立的手段，顺利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当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瑞士其实是一个相当贫穷的欧陆小国。在纳粹德国企图对瑞士发动侵略计划的时候，甚至还有德军高层的将领认为瑞士太穷了，不值得被德国占领。但在瑞士宣布自己保持中立之后，这里就成为了纳粹德国与外界维持贸易交流的平台，大量的资金被汇入了瑞士银行的账户，瑞士官方也得以从中收取大量的佣金。更重要的是，某些纳粹高官似乎早已经预感到了德国行将覆灭的命运，他们在战争开始之后便源源不断地将自己贪污或掠夺得来的资金通通存入了瑞士银行。而且瑞士银行拒绝向一切无关人士透露有关自家客户的信息，这一点也使得瑞士银行成为了不少纳粹高官存放资金和名贵物品的保险柜。很多害怕被德国人掠夺资产的犹太人也选择将那些转移不了的资金全部存入瑞士银行。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瑞士的手中积累起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财富。当其他的欧洲国家还在靠着美国的马歇尔计划苟延残喘的时候，瑞士早就已经凭借着在二战期间累积的海量财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而在政治上，瑞士的选择也相当聪明。1944年，原本猖狂的德国眼看行将末路，瑞士立刻派出官员私下里与同盟国方面展开会晤，表示自己愿意为同盟国提供必要的军事和经济支持。就这样，瑞士成功地吸引了同盟国集团的注意。所以，即便是瑞士在战时帮助过纳粹生产武器装备，这个国家在战后也没有被盟军列入清算的名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各种国际组织纷纷涌现，而考虑到瑞士的中立国头衔，许多国际组织的不少办事处都设在了瑞士，而这无疑也提升了瑞士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其实，瑞士人很明白，他们现在得到的无数光环，其实都是由中立国这个头衔所带来的。因此，瑞士的国民也始终保持着一副与世无争的状态，用热情的态度对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可在国际政治中却从来没有完全的中立。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瑞士非常自然地选择站在了西方国家的阵营当中。这一举动不仅打破了瑞士100年以来的中立政治传统，也彻底动摇了瑞士的立国之本。2022年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的这一举动立刻招致了美国以及许多欧洲国家的经济制裁。但谁都没有想到的是，瑞士居然也加入了制裁的队伍。
在美国以及部分欧洲国家宣布对俄罗斯发起制裁之后，瑞士银行紧接着也冻结了大批俄罗斯个人和组织存放在该银行内部的资金。这一举动令很多人都感到大跌眼镜。要知道，即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士银行依然与纳粹德国的高官们保持着频繁的业务往来。怎么到了俄乌冲突爆发的时候，瑞士银行要对俄罗斯做出如此落井下石的动作呢？其实，瑞士这么做的原因非常简单。过去，瑞士银行之所以不敢明着冻结德国人的资产，是因为德国具有随时摧毁瑞士的军事打击能力。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瑞士之所以敢冻结俄罗斯个人和组织在瑞士银行内部的存款，就是因为他们料定俄罗斯的军队再怎么强大，也不可能瞬间攻入瑞士的领土。但是，在瑞士抛弃了中立国的头衔之后，负面效应马上就出现了。很多国家因为担心日后会像俄罗斯一样受到瑞士银行的制裁，纷纷转移了他们的资产。一时之间，原本富裕无比的瑞士银行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于是，就在正式宣布要制裁俄罗斯的几天之后，瑞士立刻又改弦更张宣布，他们将会继续保持永久中立的状态。但因为有了之前瑞士政府的种种愚蠢动作作为参考，再次宣布中立的表态显然很难取信于人。无奈之下，瑞士政府只得又给大家来了一次所谓的中立公投表演。根据德国媒体的报道显示，瑞士政府于当地时间2024年3月20号举行了全民公投。参加全民公投的瑞士公民将就瑞士是否继续保持中立这一问题做出表决。然而，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这一切只不过是瑞士政府欲盖弥彰的把戏而已。之前他们想通过打破中立的方式来捞取更多的好处，没想到赔了夫人又折兵。现在眼看着自己输掉了过去几百年积累下来的国际信誉，又急着踩刹车。不得不说，瑞士的政客们真是将政治投机的把戏给玩明白了。另外，还有不少知情人士爆料称，在冷战期间，瑞士银行曾经长期向美国中情局和苏联的克格勃提供在本机构存款人员的名单和详细存款数据。也就是说，在绝对的权威和力量面前，瑞士银行所谓的绝对保密条款也是不太适用。现在的瑞士可谓是相当尴尬，一方面他们没有十足的勇气直接站进西方国家的阵营当中，因为这很有可能会继续给瑞士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但另一方面，瑞士又不可能维持自身作为中立国的体面形象，因为此前瑞士政府的所作所为已经是他们过去所有的政治努力付诸东流了。也许瑞士今天的处境给我们所有的人都提了个醒，在绝对的国家利益面前，从来就没有所谓的永久中立或永久对抗，那些冠冕堂皇的口号背后，往往都只是一些令人习以为常的利益算计而已。瑞士放弃中立身份，然而瑞士放弃中立身份后立马遭到反噬，先是瑞信银行倒闭，随后瑞士央行出现巨额亏损。眼见金融业风险加剧，瑞士银行彻底扛不住了。在瑞士政府看来，恢复中立成为当务之急。那么，瑞士瑞信银行为何会倒闭？瑞士能否重回中立国的身份？视频开始之前，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关注，感谢您的支持。2023年，美国等西方国家面临了一场恐怖的金融风暴，瑞士信贷银行仅在1天以内就股价暴跌 30%， 无疑对欧洲金融体系是致命性的打击。瑞士以中立国著称，瑞士信贷银行更是一家全球性的金融机构，在全球金融界都有着绝对的影响力。然而，从瑞士信贷银行暴雷的状况来看，表面光鲜亮丽的瑞士信贷银行早已内忧外患，其财务报告更是糟糕至极。在瑞士信贷银行暴雷后，沙特国家更是在第一时间宣布不再对瑞信提供任何形式上的帮助。一旦沙特国家拒绝对瑞信银行伸出援手，那么迎接瑞信银行的只有倒闭。除瑞信银行外，美国在2023年硅谷银行也出现暴雷，金融系统风险持续升高。连续性的金融风暴令外界对西方的整个金融系统失去信心，恐慌情绪也不断在西方国家蔓延扩散。从瑞信银行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来说，如果瑞信银行倒闭，必将引发新的金融危机。为了突破眼前困境，瑞信银行决定向央行求助，由瑞士国家银行与金融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发布声明，称美国的银行问题对瑞士金融市场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民众无需恐慌。瑞士方面的这一举动显然是出于安抚民众的目的，但更重要的是为了避免瑞信银行破产倒闭。如果瑞士央行不出手，瑞信银行所面临的风险将进一步加剧，成为下一个硅谷银行也只是时间问题。然而，
以瑞信银行目前的存款量来说，绝不允许其倒闭，否则对全球金融都将是灾难性的。因此，瑞士央行只能尽全力帮助瑞信银行。由于沙特国家已经宣布不再对瑞信银行提供帮助，所以瑞士方面只能一面自救，另一面则积极寻求美联储的帮助。然而此刻的美联储也是泥菩萨过河，内部的金融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根本无力帮助瑞士。瑞士方面很快发现得到美联储帮助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于是开始积极寻求与中国的合作。瑞士驻华大使馆先是发文寻求与中国的合作，一边又派出高官访问中国。瑞士此举无异于是希望能够得到中国的支持。中国作为大国，自然有能力帮助瑞士摆脱眼前的困境。然而，国家的交往更多要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瑞士如果拿不出足够的诚意，就想要中国帮忙恢复金融经济，恐怕也是白费力气。一团糟的金融经济让瑞士彻底明白，作为一个中立国是多么的幸福。瑞士又宣布自己要中立了，他真是把反复横跳玩到了极致，翻脸比翻书还快，活生生的把自己中立国这个招牌砸得稀碎。那么瑞士这种操作是怎么实施的呢？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确定了瑞士中立国的地位，这让瑞士能够免受一战、二战之苦，反而在一战时期迅速在经济金融方面和交战各国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也是其中立国的身份，让瑞士成为一战中起到了调节的作用。冷战时期更是利用中立国的身份，在金融业、服务业赚得盆满钵满，甚至在90年代初，瑞士的人均 GDP 就已经达4万美元左右，已经远远超过美国的人均 GDP。自从成为中立国后，瑞士金融业更是一骑绝尘，迅速发展成为全球著名的金融中心。瑞信银行也是全世界知名的私人银行，深受全球富豪的信赖。各个国家富豪的资金大多飞往了瑞士，并存入了瑞信银行。迄今为止，瑞信银行已经成立超过160年，是瑞士第二大银行，在最辉煌的时期，其资产规模超过 1.1万亿美元。但从2022年开始，瑞信微银行面临的危机问题日益凸显，更是一度爆出归属于股东的净亏损超过70亿瑞郎。存款的大量流失导致瑞信财务管理业务资产呈断崖式下跌。在巨额资产流失的背景下，瑞士央行的出手也未能挽救其危机局面。原因就在于瑞士央行也同样面临着严重的亏损问题。2023年，瑞士央行年度亏损额超35亿美元。瑞士央行极想要挽救瑞信银行，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此时，瑞士政府才明白放弃中立国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看着金融业饱受重创，瑞士民众开始呼吁恢复瑞士中立国的身份，不要卷入到地缘冲突中。媒体报道称，瑞士方面已经发起公投倡议书。可见，对于放弃中立国这一做法，瑞士方面是反悔了。然而，失去中立国身份容易，想要再拾回国际信任恐怕并不容易。一直以来，瑞士都以中立国的身份不插手国际事务，但在俄乌冲突上，瑞士却做出了不明智甚至愚蠢的选择。2022年2月末，突然宣布将对俄罗斯进行一系列的制裁，随后更是宣布加入欧盟，继续制裁俄罗斯，甚至冻结了部分俄罗斯官员在瑞士银行的资产。瑞士此举立即引来世界关注。瑞士宣布制裁俄罗斯，加入欧盟就意味着放弃中立国的身份，而这一波操作引发的直接后果就是投资者将大批资金转出。瑞士金融业高度发达的原因就在于投资者、富豪看重的是瑞士银行的保密制度。也就是说，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富豪出现任何问题，瑞士都将保护好其个人财产。如今，瑞士方面制裁俄罗斯，无异于站队美国等西方国家，更是对俄罗斯富豪的出卖。然而，瑞士方面却表示，瑞士是在维护和平、尊重国际法的表现。但令瑞士没想到的是，刚刚宣布中立，瑞信银行就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哪怕在央行兜底的情况下，依然没有挽回局面。瑞信倒闭，央行巨亏，面对这种扛不住压力，瑞士又打算恢复中立。然而，这种操作还不止一次。那么，瑞士这次银行倒闭的风波是如何形成的呢？它恢复中立可行不可行呢？富豪对瑞士银行的信任一跌再跌，大批资产疯狂逃离瑞信银行，转而投向香港、新加坡等银行。仅用1个月的时间，瑞信银行所流失的资金可谓是天文数字。面临这样的局面，瑞士反悔放弃中立国也在情理之中。金融业崩塌，瑞信银行倒闭，央行面临巨大困境的背景下，瑞士想要重新回到中立国的身份难上加难。对于瑞士银行来说，信用的建立并非一日之功，而是多年的累积而形成的。
如今却被瑞士随意糟蹋，显然会引起全球投资者、富豪们的注意。失去诚信的瑞士银行也毫无价值可言。即便能够重回中立，诚信已经倒塌，瑞士银行在全球的地位也将一落千丈。面对俄乌冲突，瑞士本可以置身事外，却一意孤行，加入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队，这让存入瑞士银行的富豪们感到担忧。在瑞士表明立场的情况下，瑞士是否还具有诚信可言？据媒体报道称，瑞士已经冻结俄罗斯高官资产达81亿美元，这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质疑，也为瑞士银行带来消极影响。显然，瑞士已经无力承担瑞信银行倒闭所造成的后果，关于瑞士保持中立的民众倡议征集的联名也已经超过预期。可见瑞士民众对瑞士重回中立国的期待。瑞士作为一个小国，随意插手大国之间的博弈本就不明智，如今为了迎合美国，甚至放弃了200多年的永久中立原则。俄乌冲突导致国际政治格局越来越紧张，瑞士如果无法认清自身实力和地位，瑞信银行的倒闭恐怕只是一个开端而非结束。如果瑞士继续保持中立，代表其放弃继续与西方国家合作，容易出现外交上的困境。然而，如果瑞士依然选择制裁俄罗斯，其中立形象将受损，甚至会引发与俄罗斯的冲突。对于瑞士来说，如何平衡国家利益，成为其能否重回中立国需要思考的问题。从瑞士立场不坚定的做法也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在对外交往上越来越不自信。面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崛起，西方国家感到害怕，而这也是造成瑞士反复宣布中立的最主要原因。当瑞士无力解决国内金融问题时，再次迫切需要宣布中立国的身份。能否恢复中立，还要看瑞士要拿出怎样的诚意，如何重新赢得全球投资者和富豪们的心，成为当务之急。否则，即便恢复中立，瑞士也无法解决当下瑞信倒闭的困境。作为小国，对待国际事务更要谨慎小心，认识到自身在国际上的地位，自身立场的不坚定，终将玩火自焚。